面积63万平方公里，英国放弃最后的印度洋领地，为何要留军事基地？近期，英国与毛里求斯对于查戈斯群岛的主权问题已达成协议。根据声明可以看出，对于查戈斯群岛的主权，英国已同意放弃，但毛里求斯也答应将英美两国在此群岛上的军事基地保留。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，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1. 英国在印度洋上的领地。英国位于印度洋上的领地查戈斯群岛，北部与马尔代夫首都马累相隔约1300千米，距离印度约有1800千米。非洲在其西部的3000千米处，东部距离苏门答腊岛约3000千米。它的地理位置战略价值极高，其周边可以覆盖的范围有波斯湾、红海与马六甲海峡等。可以说，它就是印度洋的心脏，更是被誉为印度洋上的十字路口。查戈斯群岛岛屿数量很多，有南端的迪戈加西亚岛，西南部的埃格蒙特群岛，东北部萨洛蒙群岛，北部的佩鲁斯巴达纽斯群岛等2300多个岛，陆地面积有60平方公里，其中主岛迪戈加西亚岛面积28.5平方公里。目前该群岛由英国管理，英国在那里与美国有一个联合军事基地。但是毛里求斯声称对这处位于印度洋的群岛拥有全部主权。对于查戈斯群岛的归属问题，并不只是毛里求斯与英国这两个国家的纠纷，其原因就是在毛里求斯独立之前，英国就将查戈斯群岛50年的使用权租借给了美国。毛里求斯只是一个面积约2040平方公里的岛国，人口也不足130万，就连英国都对抗不了，更不用说是被英国拉下水的美国了。查戈斯群岛上的居民在1967年至1973年之间，有2000多人被迫移居到毛里求斯与塞舌尔，原因就是美国想要在迪戈加西亚岛上建立军事基地。冷战时期的印度偏向苏联，如果在迪戈加西亚岛上建立军事基地，那么美国就可以对印度产生强大的威慑力。迪戈加西亚岛是印度洋中部查戈斯群岛最大和最南端的珊瑚岛，岛屿面积27平方千米，中央系湖长24公里，宽6.4公里，礁盘面积174平方公里。迪戈加西亚岛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距离约1800千米，与毛里求斯的首都相隔约2100千米，距离马达加斯加岛约2500千米，与马六甲海峡和亚丁湾的距离约3000千米，距离波斯湾约4000千米。澳大利亚在其东南4700千米处。迪戈加西亚岛位于好望角、新加坡、红海、澳大利亚之间多条航线的汇合点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2. 英国为何放弃查戈斯群岛的主权？英国在10月3号宣布，彻底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放弃了，并且将它交还给了原属国毛里求斯，这就标志着英国失去了印度洋的领地。反观毛里求斯，经过了50多年的艰苦奋斗，终于收回了这一群岛。近些年，随着国际上的呼声越来越高，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岛屿，英国也是交出来了一部分。但是对于查戈斯群岛领土主权问题，他却是在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最终做出了选择。2022年，英国与毛里求斯开始了对于该岛的主权问题进行谈判。英国的转变似乎是一种新的政治智慧，在某些问题上适度的妥协，是比在遇到问题时的态度一味强硬要容易解决。英国在处理查戈斯群岛的问题时，更是反映出了他们是有能力找到妥善的方案，解决历史上的遗留问题的。近些年，英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持续低迷，甚至都已经被印度赶超退居到世界第6大经济体，更不应该说是与我国相比了。在政治上，英国也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助手，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渐衰落。如此就可以看出，英国对于海外的殖民地早已无力经营。3. 英国放弃查戈斯群岛后，却留下了军事基地。英国在1965年将查戈斯群岛强制占领了。在1967年，为了购买美国的北极星核导弹与发射系统，作为交换条件与美国签订了协议，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租借给了美国。美国利用50年的租期，在次岛上建立了空军与海军基地。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与苏联博弈的时期，虽然它的势力在全球基本上都有分布，但是唯独在印度洋上没有一个有效的战略支撑点。而英国递出的橄榄枝正好将这一弊端给弥补了。与英国签约后，美国就在哥迪加西亚岛上建立了一座37平方公里的停机坪，另外还有机械化码头、2条深水航道、2座大型弹药库和8座大型油料库，并且此地还驻守了3000多名的军事人员。
目前美国想要辐射整个印度洋，主要就是依靠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军事基地。另外，它不仅是干预西半球上的关键战略要地，还是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中在作战时唯一能够支援东西2个方向的。在全球战略中，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是美国最为关键的一环，它的战略价值在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更进一步。对于查戈斯群岛的主权，英国突然宣布放弃了，对于美国在这一群岛上军事利益造成不利影响。就在2016年，英美两国将租期延长到了2036年。查戈斯群岛被英国归还后，对于美国来说可就是违约了。不过，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主权放弃时，与毛里求斯更是达成了迪戈加西亚岛上的军事基地能够正常、安全和有序运行的协议。对于英国在迪戈加西亚岛上的行使主权，毛里求斯给出了一个99年的初始期限。由此看出，毛里求斯虽然已经拿回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，但是英美两国的军事基地依然还在。